同学们，这堂课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的是板块构造理论。板块构造理论全面革新了固体地球的全球观，促进了地球系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。那板块构造理论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板块构造学说将地球表层被活动带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块体，并且这些块体面积很大，厚度很小。这些岩石圈块体会发生相互作用。板块构造学说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固体地球上层在垂向上可划分为物理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圈层，即上部的刚性岩石圈和下垫的素性软流圈。二、刚性的岩石圈在侧向上分成数量有限的大小板块，它们漂浮在素性较强的软流圈上，做大规模的运动，并按球面运动规律不断改变着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。三、板块边界分为分离扩张型、俯冲汇聚型和平移剪切型三种类型。四、地震、火山各种构造活动大多发生在板块的边界上。五、板块内部是相对稳定的，板块的边缘则由相邻板块的相互作用而成为构造活动性强烈的地带。六、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控制着各种地质作用的过程，同时也决定了全球岩石圈运动和演化的基本格局。七、板块在离散边界处的扩张增生得到汇聚边界俯冲消减的完全补偿，因此地球总体的体积保持不变。板块构造学说的知识证据有哪些呢？除了大度漂移说和海底扩张说的相应证据外，板块构造学说的知识证据还包括了地震带的证据。全球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很不均匀，95%以上的地震集中在环太平洋、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大洋中极等狭长的地震带内，沿大洋中极浅层的地震明显积聚，而岛弧之下则浅、中、深源地震均匀分布。地震的发生沿着一个倾斜面排列分布，其他还有如深海钻探证据、大洋钻探计划确认洋底年龄随着离开洋中极的距离增大而增大。热点、线状延伸的岛链与板块移动方向一致。现代高精度大地测量数据，使用卫星测量得到陆壳运动的高精度 GPS 速度场、板块边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。根据板块边界的性质特征及板块间相对运动方式，可以将板块边界划分为离散型边界、汇聚型边界和转换型边界三种基本类型。离散型边界是指相邻两个板块做垂直于边界的背离运动，其整体处于拉张应力状态。地震以震断层型的浅震为主，该类型边界的两侧地壳性质为陆壳或者洋壳，其在岩石圈演化中表现为大陆岩石圈的分裂及大洋岩石圈的生长。实例是大陆裂谷带如东非裂谷带，大洋裂谷带如大洋中极。汇聚型边界是指相邻两个板块做垂直于边界的相向运动，整体处于挤压应力状态。地震以逆冲断层型为主，其类型可以包括浅震、中震和深震，并随着深度发生变化。其在岩石圈演化中表现为
大洋岩石圈的消亡，大陆岩石圈的增生。根据边界两侧的地壳性质，可以分为洋壳俯冲型、洋壳陆壳俯冲型和陆壳碰撞带。它的实例：洋内沟湖体系、陆源湖体系、喜马拉雅、阿尔卑斯等构造带。转换型边界是指相邻两个板块做平行于边界的走滑运动，整体为剪切应力状态。地震以走滑型浅震为主，其不发生岩石圈的生长或消亡。该类型边界可以发生在各种类型的地壳之间。构造带的实例是转换断层，如圣安德烈斯断层。全球板块划分，乐皮熊的6板块划分方案，欧亚板块、非洲板块、美洲板块、太平洋板块、印度板块、南极洲板块。当前比较流行的12板块划分方案是将美洲板块划分为南美洲、北美洲板块，同时增加5个新板块：纳兹卡板块、可可斯板块、加勒比板块、菲律宾板块和阿拉伯板块。威尔逊旋回，1974年由 J.F. 杜威和 K.C.A. 伯克提出，为纪念加拿大地质学家 J.T. 威尔逊而命名。威尔逊旋回是大陆岩石圈在水平方向上的彼此分离、拼合这样子全过程，即大陆岩石圈由大陆裂谷开始，以裂谷为生长中心，逐渐形成雏形洋区和洋中脊，进一步扩张出现洋棚而成为大洋。此后，大洋岩石圈向两侧的大陆岩石圈下俯冲消亡，洋壳进入地幔而从容，从而洋棚缩小。继续发展下去，发生两侧的大陆逐渐接近、碰撞，形成造山带，拼合成大陆。它的阶段划分为萌发期、幼年期、成年期、衰落期、终结期和遗迹期。它的实例：东非裂谷、红海亚丁湾、大西洋、太平洋、地中海、喜马拉雅山。威尔逊旋回是重建古大陆的基础，但是重建古大陆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因为前中生代的洋底特征已经消失，古大陆已经肢解破碎并改造，古大陆边缘及其形态已经消亡，碰撞带岩石记录已经破坏销毁等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